午後7時までの24時間降雪量。如果你看到这一幕，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完了。2026年，日本遭遇50年来最强寒流，北海道降下了破纪录的暴雪。但我们一家3口不只完成了这趟旅程，还留下了珍贵快乐的回忆。这支影片带你看最真实的北海道暴雪亲子自驾游。这趟旅行从机票开始就决定了旅程的舒适度。我主要利用3个平台交叉比价 ：Skyscanner、Trip.com， 还有易游网。策略很简单，在预算内买到最合适的组合。我们这次选的是去程酷航，回程星宇航空，搭配双走道大飞机含行李。订房方面呢，则是参考订房网站与饭店官网之外，我一定会搭配 Google Maps。记得要看3件事哦。第一，地点离车站有多近；第二，评价是否真实；第三，生活机能旁边有没有便利商店啊、地下街啊等等。很多人对北海道最大的误解就是一定要穿很厚，其实真正重点不是厚，是保暖好行动。一件有型的防风外套比厚重的羽绒衣更好用哦。台湾我推荐迪卡侬，日本当地的补货我觉得可以找 Uniqlo， 机能性很高，价格又便宜。行动网络的部分呢，我一般都是行前上网，直接先买好原生的 SIM 卡。至于流量呢，就自己评估需求，是用吃到饱或是固定流量。顺带一提的是，现在流行的 eSIM， 很多人以为只有 iPhone 可以用，其实安卓手机只要使用转接卡一样也可以使用 eSIM 哦。出发前3天，我们看到一个关键讯号，日本全境即将有超级寒流袭来，但国际航班呢皆正常起降，饭店景点也是照常营业。在机加酒无法取消的情况下，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放掉原先行程中的重点函馆，只待稻央。这个决定呢，后来证明是整趟旅程最正确的一步哦。我每天都会看4个来源：日本气象厅、新千岁机场、JR 北海道，还有 Threads、IG 等社群来了解即时的状况。第一天抵达札幌，已经接近傍晚，非常建议第一天不要排景点，直接呢去商场 shopping 就好了。札幌车站的商场最大的优点就是品牌、餐厅、生活用品全部集中。其中集大成的呢，就是这间 Stella Place 百货。我在这边的 New Era 买了一顶帽子。比较特别的是呢，现场快速加入会员，他们有免费烫子的服务，而且工作人员非常的亲切哦。晚餐我们选择了 Pomonoki 蛋包饭。这间店呢，在日本很常见，品质稳定，对带孩子同行来说呢，是非常理想的选择。从大通一路走地下街到李小路，是冬天最舒服的移动方式。第一晚我们住在李小路旁的 The Bee Hotel， 最大的优点只有一个，位置。除了旁边就有很多地方可以逛，不用在意时间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隔天一早要前往取车，这边用步行的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车行。第二天一早天气放晴，这也是我们整趟旅行唯一的正常天气日。我们从李小路一路散步到大通电视塔旁的 Times 租车。租车呢，我建议一定要在平台呢先比价，例如Klook、KKday 甚至日本本地的网站。我们在出发前呢，就先在网络上预定好的车子，到现场只要直接出示驾照、译本还有护照就可以咯。冬天租车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确认是否有配备雪胎。北海道冬季租车如果没有雪胎，基本上就是在玩命。另外我会建议车辆保险一定要全保，这些在下雪的气候会让你开起来安心许多。从札幌开车约1个半小时，我们抵达了登别尼克斯海洋公园。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建筑呢像一座欧洲城堡，但真正厉害的是它的体验设计。每天固定时间呢会有企鹅散步，它们就在你旁边走过，距离非常的近，而且看起来真的好可爱。海豹展示是360度的水槽，可以看到它们上下游动，非常的疗愈哦。海豚跟海狮的表演节奏很好，观众基本上呢会完全被吸引住。但最让我惊讶的是沙丁鱼的表演，整群鱼同步变换方向，视觉效果非常的震撼。如果你是亲子旅行，这个景点我会给非常高的推荐分数哦。晚上我们入住登别最经典的温泉饭店之一第一龙本馆。
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温泉浴场，规模非常夸张，大概是我目前在日本看过最大的温泉浴场，而且有多种泉质，不同温度可以慢慢泡。我们选择的是1博20的方案，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，种类非常多，从日式到西式都有。早餐呢同样很丰富，而且动线设计得很好，不会拥挤哦。这种饭店的价值在于你不用再排其他的行程，因为饭店本身呢就是一个景点，你泡在里面呢就可以玩一整天。第3天早餐后，我们先到饭店旁的登别地狱谷简单散步，带孩子看一看温泉的特殊地形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开车前往登别熊牧场。这边进入的方式呢是把车停好了以后搭缆车上山，过程中可以看到整个登别的地形，然后搭配下雪的雪景，非常的美丽哦。这里最有趣的是可以喂熊，你会发现熊其实非常聪明，你丢食物的时候它会想办法要去接。里面呢也有博物馆介绍熊的生态，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。从山上呢可以看到巨多乐湖的景色，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搭配冬季的雪景。最好玩的呢是这边有赛鸭比赛，我们当天居然猜中了冠军，拿到了纪念品。另外呢还有熊的生态展演。这个点呢娱乐性很高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。离开登别后，我们直接开回札幌，然后途中呢专程前往三井 Outlet 北广岛。这里是北海道最大型的 Outlet 之一，特色呢在于品牌齐全，价格稳定，而且动线很好逛。如果你有安排自驾，这个点非常适合前往哦。回到了札幌之后，我们入住 Richmond Hotel 大通。这间饭店最大的优势就是地点，它就在李小路里面，几乎所有的购物、餐厅全部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，而且旁边就是博野十字路口。房间呢，在日本算是偏大，行李可以完全打开。重点是早餐非常好吃，每天呢还会提供额外的饮料券，这点我觉得非常加分。如果你在札幌想要方便加舒适，这间呢我非常的推荐。第4天早上，我打开窗帘，我知道事情不妙了。整台车变成一颗大肉包，我花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，用刷子加双手把整台车挖出来，而且记得在车前也要挖出一个坡道，车子才开得出来哦。雪地开车有3个重点：第一，一定要跟着车轨走；第二，不要急刹；第三，看路边的雪地箭头。一路上呢，我看到很多当地的巴士啊、计程车打滑，但是我还是成功开回了租车行，而且是当天唯一准时还车的客人。日本的工作人员看着我，不断的赞叹：素晴らしいね，素晴らしいね。很有成就感。但这种体验一次就好了。当天本来要搭乘 JR 前往小樽，但暴风雪时的列车全部停驶。当所有户外行程失效，札幌真正的王牌出现——地下街。札幌地下街系统非常完整，从札幌站一路连到大通、李小路、博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做到3件事：逛街、吃饭、移动，而且重点是完全不受天气影响，是在暴雪时就是救命的设计。我们也去了新开的大通 Odoriba， 这是一个小型的聚落，它集中了餐厅还有酒吧。特色呢是气氛很好，很适合小酌，有点像是缩小版的美食街加居酒屋的混合体。而如果你喜欢动漫或玩具，Orubesa 这间百货会让你失控。里面的俊和屋基本上就是一个动漫大宝库，各种扭蛋啊、模型、公仔、二手精品通通都有，而且价格比新品漂亮。旁边的博野是札幌最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，有点像是北海道版的涩谷十字路口。晚餐我们选择在博野的嘎架烧肉，价格合理，品质不错。在日本呢，其实很少见到吃到饱的烧肉店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有服务，而且这里除了烧肉，还有札幌的特色甜点深夜的圣代冰淇淋，一样也是吃到饱哦。如果你想吃的满足又不爆预算，这间非常的推荐。第5天的早上，我们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去超市买草莓。日本的草莓品质很好，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会建议尽量不要在路边摊或者是观光市场里面去买水果。到超市买呢，价差有时候甚至会差到1倍以上哦。那这种小细节其实就是旅行体验的乐趣。中午我们来到了札幌知名的海鲜市场2条市场，这里的规模不算很大，但优点是集中、好逛、效率高。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北海道经典海鲜，螃蟹、海胆、
干贝、鲑鱼卵。我们选了一间店直接吃冻饭，那海鲜的新鲜度很明显，尤其是干贝，甜度很高，几乎入口就化开了。还有生蚝啊，还有生鱼片等等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里的价格不是最便宜的，因为它是观光型的市场。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札幌，我还是会建议来一次，因为方便，选择多。原本呢，我们吃完饭是要去中岛公园玩雪，但走到一半，我看到旁边这片雪地，创成川公园广场，雪是刚下的，很松，很干净。很多游客呢，甚至当地人都直接在这边玩了起来。我们也停了下来，没有计划，没有行程，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雪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旅行其实不需要一直往下一个景点跑。听到孩子的笑声，其实比任何事都值得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札幌花路口百货 B1 呢，有一间非常热门的专卖店吉卡瓦レンド。如果你有小孩，或者是你自己就是粉丝，这里非常恐怖，各种吉卡哇的周边限定商品，一进去真的很难空手出来。我本来想说只是随便逛逛，结果最后买最多的是我。那大家要记得，这种 IP 店呢，在日本常常会有期间限定以及地区限定商品。喜欢的话呢，看到就买，不要犹豫，因为其他地方不见得有，而且价差并不高。傍晚我们回到大通公园，这里是札幌最核心的城市空间。冬天的时候呢，整片被白雪覆盖，其实比夏天更有味道哦。而且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札幌雪季的准备时段，所以其实在旁边看一看也是蛮有趣的。接着我们散步到了札幌石祭台，这个地标很有历史感，也是很多人来札幌必定会拍照的地方。我们没有特别做什么，只是慢慢走。旅途中这种没有压力的轻松散步，往往记忆是最深刻的。旅行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开始不赶时间。最后一天回程的时候，新闻上面说前晚有7000人卡在机场，车上有人包车一趟喊到了10万日元。但是呢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交叉查证。我发现 JR 的班次虽然乱，但并没有停。同时发现呢，其实在日本当地的 Uber 都有车，而且价格还蛮合理的，不到2万日币。所以呢，我们决定直接从地下街先前往札幌车站。如果没车，大不了叫 Uber 直接去机场。到了车站，我们发现大家都站在闸口外，我决定直接进站。别人不进，我进；别人不上月台，我上。结果20分钟后，快速特急列车进站。资讯差就是你能不能回家的差别。提前3个小时到了机场，一切瞬间轻松。新千岁机场这里不只是机场，更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。药妆呢，甚至比市区更便宜，而且一样可以退税加折扣。这场旅行教会我一件事：风险无法避免，但你可以用完整的准备来降低它的影响。真正留下的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瞬间。回程的飞机上，孩子已经在问我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再来。北海道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艾利凯尔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